所有人都被馬斯克的 SpaceX 騙了。你以為美國航天是一家獨大，恰恰相反，美國最恐怖的地方是它早就刻意廢掉了單一依賴。最近，太空軍直接擴容到7家核心供應商，就算星艦翻車、星鏈停擺，美國太空體系依然能穩得住。這些藏在幕後的狠角色才是真正的航天底牌。2026年7月，美國太空軍把國家安全发射體系進一步擴大到7家商業供應商。換句話說，美國現在甚至在有意識地避免把所有雞蛋都放在 SpaceX 這一個籃子裡。那麼，這些公司到底誰最強？他們又在爭什麼？今天我們不看公司名氣，只看技術、產品、訂單和真正的競爭力。先看第一名。SpaceX 的優勢很多人已經知道，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形成了一個閉環。獵鷹9號負責發射、一級回收、重複使用，星鏈則不斷製造新的發射需求。2025年 ，SpaceX 完成了170次發射，到了2026年，自己的 Starlink 已經佔據獵鷹9號任務的大頭。路透社統計，約79%的任務用於發射自家衛星。這意味着什麼？別人造火箭要到處找客戶 ，SpaceX 自己就是最大的客戶，而且 Starlink 已經不只是一個副業。2026年第二季度 ，SpaceX 營收達到78億美元，同比增長接近1倍。Starlink 收入佔公司總營收1半以上，用戶數達到1200萬。所以 SpaceX 真正的護城河不只是獵鷹9號，而是火箭、衛星、通信網絡全部自己做。甚至發射頻率本身也變成競爭優勢。當然，它也有一個最大的風險：星艦。星艦的目標是把整個發射系統推進到完全重複使用。如果成功 ，SpaceX 的運力和發射成本可能再次出現巨大變化。但截至目前，星艦仍處於飛行試驗和技術驗證階段，所以 SpaceX 現在已經是第一名，但它真正的上限還沒有完全兌現。第二家公司 Blue Origin， 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貝索斯的火箭公司，其實沒這麼簡單。它真正的核心是 New Glenn 重型火箭，它瞄準的就是大型商業發射、政府任務以及未來更大的深空運輸市場。而且 Blue Origin 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資產 BE-4 發動機，這個發動機不僅用於 New Glenn， 也用於 ULA 的 Vulcan 火箭。所以 Blue Origin 已經進入美國重型航天和國家安全發射體系。更重要的是，它還在做月球着陸器。NASA 目前的載人月球着陸系統就是 SpaceX 和 Blue Origin 兩家公司在競爭。Blue Origin 甚至已經完成了 Blue Moon Mark 1月球着陸器的環境測試。它的優勢很明顯，錢多，發動機技術強，重型火箭布局完整，月球業務也已經進入 NASA 體系。但它最大的短板同樣明顯，慢。SpaceX 已經把高頻發射變成日常運營 ，Blue Origin 還在努力把 New Glenn 進一步推向穩定高頻的商業運營。所以 Blue Origin 現在更像實力非常深，但速度還沒追上來。如果你不熟悉 Rocket Lab， 很正常，因為它以前最出名的是一枚小火箭 Electron。但現在的 Rocket Lab 已經不滿足於做小火箭公司，它正在往3個方向擴張：火箭、衛星、航天器。其中真正決定它未來地位的是 Neutron。Neutron 是一枚更大型的可重複使用火箭。如果成功 ，Rocket Lab 就可以從小型發射市場進入更大的商業發射市場。這家公司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它不只賣發射服務，衛星平台、航天器、衛星組件它都在做。所以 Rocket Lab 實際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太空產業鏈。2026年8月，美國太空軍又給 Rocket Lab 一份3.97億美元合同，用於建造和發射衛星。此前，他還拿到過約2.66億美元的多次發射合同。它的優勢是商業化能力強，產業鏈完整，但弱點也很清楚 ，Neutron 還沒有證明自己。所以 Rocket Lab 現在最關鍵的問題不是 Electron 能不能成功，而是 Neutron 能不能成功。ULA 很特殊，它不是典型的航天創業公司，
它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共同成立的公司。过去最著名的是 Atlas V， 现在则是 Vulcan。如果說 SpaceX 代表的是新一代商業航天，那麼 ULA 代表的就是美国傳統航天工業。它最大的優勢不是便宜，而是可靠性、工程經驗以及国家安全任務能力。尤其在美国看来，国家安全发射不能只依賴一家企業。這也是為什麼即使 SpaceX 已經佔據絕對優勢， ULA 依然有存在價值。它的短板則是商業效率。發射頻率、成本和快速迭代能力很難與 SpaceX 正面競爭，所以 ULA 更像美國商業航天裡的保險，不一定跑得最快，但不能沒有。Firefly 的知名度沒有前面幾家高，但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月球。它有 Alpha 火箭，更重要的是 Blue Ghost 月球着陸器。2025年Blue Ghost Mission 亦成功把10個 NASA 載荷送到了月球风暴洋地區。NASA 公布的後續計劃顯示 ，Firefly 的 Blue Ghost 2還將執行月球背面任務，並部署月球軌道通信與數據中繼衛星。這就有意思了，因為未來月球開發不一定只是誰能把人送上去，還需要誰負責送貨，誰負責通信，誰負責部署設備，誰負責把科研儀器送到指定地點。Firefly 正在搶的就是這塊市場，它的優勢是已經有實際月球任務經驗，但劣勢也明顯，公司規模、資金和發射能力與 SpaceX 根本不在一個量級，所以它不是第二個 SpaceX， 它更像是在月球商業運輸這個新賽道裡提前佔一個位置。如果說 Firefly 是火箭加月球，那麼 Intuitive Machines 更像是月球基礎設施公司。它最核心的產品是 Nova-C 月球着陸器。2024年，它的 IM-1 任務成功登陸月球，並把6個 NASA 載荷送到月球南極附近的 Malapert-A 區域。NASA 現在已經安排它繼續執行 IM-3、IM-4 等後續月球任務。這家公司真正的想象空間是未來月球商業化。如果以後月球真的出現科研基地、通信網絡、能源系統，甚至資源開發，那麼最先賺錢的未必都是造火箭的，也可能是那些負責着陸、運輸、通信、導航、部署設備的公司。Intuitive Machines 壓的就是這個方向，但它的風險也很高。月球着陸本身就是高難度任務，而且月球商業市場現在還沒有真正形成，所以它屬於上限很高，風險也很高。最後一家重點介紹的是 Sierra Space， 它最有意思的產品叫 Dream Chaser，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小型航天飛機，火箭負責把它送上去。完成任務以後，它不是像龍飛船那樣掉進海裡，而是像飛機一樣滑翔返回跑道。NASA 資料顯示 ，Dream Chaser 設計為可重複使用，貨運版未來可以向低軌空間站運輸貨物，並把部分實驗樣品帶回地球。這就是它最大的優勢，它提供的是一種不同於 SpaceX Dragon 的運輸方式，但它也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研發進度慢。2025年 ，NASA 和 Sierra Space 重新調整了合同，把重點轉向一次自由飛行驗證任務，目前目標是在2026年末進行，所以 Dream Chaser 的故事還沒有真正開始。它有獨特技術路線，但還需要一次真正的軌道飛行來證明自己。另外還有3家公司也值得記住。第一家 Relativity Space， 它最大的標籤是 3D 打印火箭，它想改變的不是某一個發動機，而是火箭制造方式。核心產品 Terran 2目標也是大型可重複使用火箭。第二家 Stoke Space， 這家公司更加激進， SpaceX 現在努力實現1級、2級都重複使用， Stoke 從一開始就把目標鎖定在全重複使用。如果它最終成功，技術路線甚至比 Falcon 9更徹底。第三家 Impulse Space， 它不主要和 SpaceX 搶火箭，它盯的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環節，衛星進入太空以後，怎麼把它送到最終軌道？這就是軌道運輸。美國太空軍現在把這些公司不斷納入國家安全發射體系，本質上就是在擴大供應商池。2026年7月，NSSL Phase 3 Lane 1已經達到7家供應商，所以
美國為什麼要養這麼多商業航天公司？把這些公司放在一起，你就會發現，他們其實並不是在重複造火箭。SpaceX 負責高頻發射和衛星互聯網 ，Blue Origin 衝擊重型火箭和月球 ，Rocket Lab 做小型、中型發射和衛星產業鏈 ，UI 承擔重要的國家安全發射任務 ，Firefly 和 Intuitive Machines 搶月球運輸 ，Sierra Space 探索另一種軌道運輸模式。還有公司在研究 3D 打印、全重複使用、軌道準運，這其實已經不是商業火箭行業了，而是一套正在形成的商業太空工業。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26年8月，美國政府剛提出一個非常激進的目標，到2030年，讓美國具備每年1000次發射和載入的能力，而美國上一年的發射和載入總量只有178次，所以未來真正的競爭可能已經不是誰能造出最牛的一枚火箭，而是誰能把整個太空真正变成一個可以持續運輸、持續通信、持續賺錢、持續擴張的新工業體系。SpaceX 已經跑在最前面，但美國真正厲害的地方，也許恰恰在於，它沒有只等一個答案，而是在同時下注很多個答案。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